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小贤，很久不见了。然后今天要来 DIY 锂铁电池，准备的材料有，主要的是电池、保险丝、电池的保护板，然后跟它的通讯盒。 然后它有附蓝牙模块跟平衡的线，准备了一些端子的材料，还有接线的东西。先跟大家讲一下主角好了，主角就是这4个嘛，然后它的容量呢是280Ah， 一颗是280Ah， 那4颗加起来呢还是280Ah。 并不会破1000，很多人都会觉得会破1000，但是不会，因为它一颗是3.2伏特280Ah， 那我们串联起来4颗呢，3.2乘以4是12.8左右，4颗串联起来的话，我们就会有一个12伏特左右的280Ah， 大概就是3.3度电左右啦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那我们就来组装我们的电池吧。 那第一步呢，就用双面胶把它粘起来。好了，先把它搞到中间面都有泡棉胶，那把2颗再粘起来吧。 4颗都用双面胶先暂时把它粘起来了。接下来呢，来上我们的平衡线。它这个线目前就是没有接端子的，那你就是要把它接上去，还要再特别再买这种端子啊。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端子都给它接上吧。它这个线蛮细的，所以我买比较小一点，然后到时候就可以锁在这个上面。然后用我们的压线钳压。 我们平衡板的线呢，现在已经被我接上端子了。这边呢，圆圆的这个就可以接上去我们的接点，这个再接上我们的保护板。那我们现在把我们的锂铁电池呢都串联起来。电池呢，我都是负正、负正、负正、负正，就是串联啊。我们先把连接器把它接起来。 再接上我们的平衡板，那平衡板呢，它这边一端红的，一端是黑的。那我们只要把红的接在正极，黑的接在负极。我先整理一下，这边就5条线，所以应该要搞错蛮困难。这个红线呢应该是正，按照顺序过来呢，这一条接在这个点，应该接这里都没关系啦。接这里看看，先暂时给它放上去。 然后负呢就接在负极，就5条线，正负接完以后就剩3个，那3个的话就剩中间这3个铁片，这个要接在铁片上的哪里其实都可以啊，因为这一点呢等同于这一点，这一点呢也等同于这一点，所以其实要接在这个铁片上的哪里都可以，蛮简单的啦，反正就按照顺序把它接上去。那我先简单的上锁，等确定了我再来把它锁紧，再来搞我们的保护板。 我们保护板呢，这个线呢，其实也要接端子的。它其实是电池的负极从这边过来，然后这边出来呢也是负极，所以就是从负极加一个保护模块，它是控制负极啊。充电也是，它就是从负极去保护锂铁电池这一块呢，只要接上负极就好。这3条是同样都是一条线，然后上面是写10AWG 的线啊。 那我们现在就先把很像螃蟹的东西接上我们的端子，放上热缩套，放上我的端子，准备压接。接好端子啊，6边，这负极，这也是负极。那我现在把热缩套粘上去，当然用热风枪是最好啦，我没有热风枪，省钱就用打火机，均匀的上火，上好了热缩套。 然后也接好了我们的端子，那这边呢，蓝色这边呢，就是要接我们锂电的负电，
这个地方接的有点多东西，把我们的平衡线先接上去。我把我们的蓝色的线呢接上了锂铁的负极，这边呢我就直接接上了一个端子。我装一下这个好了，这个是蓝牙模块，它可以跟手机连线。好，装上去它就亮灯了。整个锂铁电池呢其实已经完成了，正电呢在这边，负电呢就在这边，然后保护板呢也装上去了。那我们先来测试看看好了。现在呢，我刚到我的 App Store 下载了他们的软体，然后这个软体呢，可以透过这个蓝牙模块跟它连线。我手机呢是苹果的啦，听说苹果就没办法调整参数之类的，但是这个 App 呢是可以观察它的电流跟充电状况，直接透过蓝牙模块跟它连线，所以你可以知道它的使用电流的状况。那我们就直接来连连看好了。现在应该可以直接连，然后我先开启我的蓝牙好了。有，那我连的时候它蓝牙模块亮灯了，现在好像就是连线的样子。它上面写了，左边这个是温度29.8度，现在的电压是13.26，现在当下的电流是0，因为没有负载，所以是0。那我们现在直接接个东西来试试看好了，看它会不会工作。然后我准备了12伏特的 LED 灯，那我们来测试看看吧。我刚接上了，然后现在已经开始工作了。对，一接上去它就开始工作，那表示它现在呢有送电嘛？那这边显示呢是写1.68安培啊，然后有时候会跳到1.77，是个浮动的，表示它现在有输出电流。电池的电量呢在中间62%，然后里面的参数呢，其实我看不太懂。它现在说平均的电压有3.370伏特的电，然后65.368我就不晓得是什么。他说当下不知道是单位是什么，库仑吗？然后这边其实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好用的参数。那中间这些呢，可能是每颗锂电池的电压啦，每颗锂电池的电压。然后这边我看一下，那这边全部都是0。好，不理它。大致上的 App 就可以直接连，然后我现在这边呢有一个功能，就是我觉得蛮不错的，就是说它这边呢，如果你想要关闭总电源呢，其实按这边它就断电了，感觉蛮轻松的啊，就是透过手机就可以控制了，就不用透过什么继电器还是大的开关之类的，打开它就亮灯，关起来它就关灯，蓝牙控制不错。然后一个可以显示电流的 APP， 这样，那感觉这样还不错。现在呢，我想要接上我的逆变器来测试看看它的过流保护状况是怎么样。这一块呢，我是买120安培的啦，然后来试试看它如果超过120安培呢，它会不会停下来。接上那个逆变器之前，我想先把这个都锁紧，这样测应该比较准。上我的逆变器，负极，这边接我们的正极，接完了，那我们就开始进行测试吧。APP 也在工作中，那我们先打开电流好了，直接来测试这一台电器大魔王。这一台呢，我的逆变器可能只能 hold 10秒钟了，然后我们来看看保护板能 hold 几秒钟好了。然后有时候我的逆变器呢，也可以让它 hold 1-2分钟啊。那我们就来吹吹看嘛，看哪一边先挂。接上我们的电器大魔王，好了，开吹咯。第一段6安培，5.6安培，5.5安培。第二段直接上升到75安培，然后我的这个逆变器已经在散热了。
它这边压降呢是12.2伏特，然后准备开第3段。结果是我的逆变器先 hold 不住，它这边刚显示是140多安培，那我的保护板呢也是在闪灯，它会不会停下来？应该也是会吧，我再来测试看看好了。我直接开到第3段，140安培的，来看看。我的逆变器呢，哔哔哔哔叫，表示过载了。我的保护板呢，这边也锁起来了，表示我的逆变器呢，它现在是完全没电，我没有关它。那正常来讲，它应该是要有电的。那我的保护板呢，表示有启动到过流保护，刚这边显示140安培，那它现在呢是锁起来的状态，所以我这边呢是没有电。好啦。刚测试都 OK 了，过流保护呢也有顺利启动，把逆变器呢直接终止掉，表示呢它超过120安培呢，它真的会启动到它的保护功能。那我现在呢先把这边拆掉，把它美化一下。保护板应该装在这儿。我把我的保护板呢，用束线呢，先把它束在这上面，然后主体我用2条束线把它捆在一起啊。这个束线呢，承载力没有很强啊，我懒得再去买粗的了，因为一包束线也是蛮贵，有现成的就先用现成。然后我先用束线把保护板呢绑在这边，然后中间呢我有垫这个比较硬的橡胶啦，让它有个空间，可以让它散热比较好一点，就不会完全贴着。然后这边也是镂空的，电线呢我都把它整理好方向，我都用小的束线去整理电线，让它不要被轻易的搭火到，整理在这里。那蓝牙模块呢，我就一样用束线把它绑在这，用双面胶把它贴起来。这边有一个感温器，感温器呢一样也是把它束线布在这，然后让它感测温度。它如果温度太低的话，或者是太高的话，它就会终止放电。现在呢就差不多了，我来准备我们的箱子跟主电源。那主电源呢，我一样是用这个啦，这个38平方的线，准备了一个铝合金的箱子，这是密封的。那我现在要准备来钻孔，一个负极，一个正极。等下这个负极就接在上面，正极呢我会再拉一条线过来。这边呢我会放一个保险丝，这个是150安培的保险丝，预防这个保护板如果没有启动的话，还有一个保险丝可以保护啊。然后现在接个线，大概从这边到这边，线有点粗啊，我没有大把的剪刀，慢慢剪。先装进来看看。好了，费了一番功夫，刚做的正极，先把它装在这儿。负极呢在这边，这是要接负极的线，从保护板来的。捏一下，让那个胶
粘住。我买的这个热缩套啊，它是比较好的，它溶掉的话，它里面会分泌那个胶，类似热熔胶的概念。那它这个胶呢，它可以紧紧的把里面的东西全部粘住。刚做了一下整理，然后现在来测试充电功能。我这个充电器呢还蛮专业的啦，应该不会有过充的问题。但是现在就是问题就是说，我的锂铁电池啊，电量呢是280Ah，它呢1个小时只能充10Ah 左右的电。就是大概要充28个钟头才会充饱它，时间要比较久了。那这个充电器呢，我是觉得它可以 hold 啦，因为它随便充一个铅酸电池都可以5-6个小时了，充个28个小时对它来讲应该也是没什么差别。但是我还是会把它挂在一个通风的地方，那我们就充到明天看看吧。我的锂铁电池呢已经充饱了，它充了17个小时，现在电量呢是100%，然后我充了165Ah 的电进去，然后现在电压呢是13.3，它现在呢是变成循环充电了，所以只要呢我这样接着呢，它只要有耗电呢，它现在会是再充进去的概念，就是它一耗电，它就会自动再启动它充电的功能，马上再充进去，所以这个充电器是可以接着一直充的。电压是13.3伏特，然后电流是0，所以现在没有电充进去。这个锂铁电池呢，其实装起来蛮简单的啦。原理就是呢，4颗电池串联之后呢，接上一个保护板。这个保护板呢会有这个分接线，这些分接线呢都可以均衡的把4颗电池平均的放电，然后跟平均的充电。这就是保护板主要有的功能。保险丝呢就看要不要再装，再装的话就是再多一个保护。比较困难的应该就是这些平衡线了，因为负极就是负极嘛，正极就正极嘛。这个黑线呢是我的正极啊，因为我没有红线，所以我自己用黑线。那我自己知道啦。这个平衡线呢，我觉得接的时候啊，它就全部就5条嘛，然后它就有一红一黑，红的就直接接正极，黑的就直接接负极，然后剩下3条呢就是接这个3个，然后它会有顺序啊，所以就是按照顺序把它接下来就好。靠近红的白线就是接红的这边，就是它是红嘛，然后白白白黑，所以就是红白白白黑，就是按照顺序把它接上去就对了。正极过来之后呢，它这边有一个红色的正极拧帽，我买的是手拧就可以拧开的，感觉还不错啦，蛮方便的啦。基本锁紧也是 OK。蓝牙模块也是直接接在保护板上面，然后现在我是把它藏在这里，然后用束线把它整理起来。温控的元件呢，也是把它用束线把它绑在这，所以整个电路呢，大概都把它整理好了啦。保护板跟电池呢，中间我有放一个橡胶，把它隔一个距离起来，然后让它可以比较好的散热。刚刚充了17个钟头，把电全部都充满。那这17个钟头呢，我都无时无刻来观察它啦，然后它是完全没有发热的，因为电流才10，对它来讲应该是小菜一碟了。现在已经是充饱状态了，然后我的手机 APP 呢也是显示100%的电量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我要再来增加它的保护性，就是开车的时候一定会左右晃，我要把左右再强化一下。把这边呢再上一块 PVC。这样就完成了。保护垫呢都上去了。这个保护垫呢是电池寄送过来的时候保护电池用的啦，直接割一割塞进去，然后4边呢都有，所以如果车子呢有什么摇晃，它现在都卡在中间，它不会左右移动。那这边呢我是只有垫下面，上面我就不垫，因为保护板呢如果电流太大呢，我觉得它应该是会发热啦，所以我这边呢我就给它一个空间。不要再整个把它闷住。这上面呢，
我上了一块 PVC 啊，防止碰到电池上盖然后导电。那这个是塑胶啦，所以它是不导电的。我的锂铁电池呢就完成了280Ah 的锂铁电池。现在呢，这个锂电呢准备拿出去实测看看。目前呢看起来是没什么特别的问题啊。唯一有一点让我不高兴的就是这个箱子呢是密集板做的啊，我觉得那个卖家真的是非常的没有良心啊，因为他网络上写说是铝合金的箱子，结果实际上只有边边是铝合金啊，其他的中间呢都是木板。简单说呢，这就是一个木箱啊。虽然它是密封的，但是如果要一个木箱，其实我自己做就可以了，我不需要特别花快2000块来买这个箱子，我宁愿买不锈钢的吧。本来看上是铝合金是轻啊，然后这个大小呢刚好可以放这个锂铁。我组这颗电池呢，大概花了15000块左右啊，箱子呢大概是2000块啊，然后电池呢是1万块，保护板跟这些小零件呢大概3000块左右啊，所以整个加起来大概是15000块，拥有280Ah 的电池。外面市售呢一颗这样子的电池大概都是2-3万起跳的啦。应该很多人也会问说东西去哪买，因为我有跟店家沟通过啦，这些店家呢没有要表明说要合作啦，所以我就在这边就不放这些材料的连结了，大家自己去搜寻。电池就去搜寻电池，你要买多大就是多大的。那保护板呢，也很多家可以挑，你要买什么保护板呢，就自己去买保护板。保险丝一样，电线你要买几号的就买几号，符合自己需求就好了。120安培的保护板呢，配这个线呢，其实也是有一点浪费啊，这个都可以走到200-300A 的线了。当然你要加其他的元件也都没关系啊，你要加继电器啊，加雪茄头几个在这都没关系，你要加电压表、加库仑表。那都是额外的啦，就看你有没有那些需求。然后主要的充电方式呢，我就是用锂铁电池的充电器，虽然要充28个小时这么久，但是慢慢充也是充得饱啊。如果是充40安培的充电器呢，大概是2500啦。那充60安培的充电器呢，大概是7000元左右。所以如果我拿7000元的充电器来充它的话，大概充3个钟头、4个钟头，它就可以全部满电。看大家有没有这个需求了，我觉得目前我先慢慢充就好。所以这一次呢，就是我组装锂铁电池的过程，分享给大家一个基本的锂铁电池，没什么额外的功能啊，连电压表都没有。库仑表呢，我暂时想要用手机的 APP 来充当啊，那之后的使用状况呢，我再来跟大家分享好了。好了，关于这颗电池呢，如果你是懂基本电学的啊，欢迎是自己组装。但是如果你真的不懂，你想要自己组装，我建议还是给专业的人去组装啊，因为这个真的要了解一下基本电路了。DIY 的时候呢，就是注意安全。关于露营用电呢，我是觉得都蛮简单的啦，它就是经费的问题嘛。这边呢也期许有太阳能板的商家呢能够来赞助播出啦，打个广告嘛，都没有收入。之后呢，我如果有什么状况呢，我再分享给大家好了。今天呢，影片大概就到这边。那喜欢我的影片呢，欢迎订阅加按赞。有什么问题呢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。我是杨小贤，我们就下次见吧，拜拜。